关注体育，每日更新。欢迎订阅 TT 娱乐。节目结束的时候，你把手举向天空足足6秒，那时候你在想什么？2022年北京冬奥自由滑结束后，有记者这样问羽生结弦：好长啊，那个姿势其实寓意着与天共地里的天，有天的意思在其中。在我心中，也有将我的灵魂滑地送上天空的这样的印象。与我9岁时滑过的来自俄罗斯的爱的结束姿势是一样的，有种将自己与小时候的自己重合起来的感觉，用一句话难以表达出来，就是感觉有很多情绪席卷着我。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该怎么说呢？好难表达出来啊。就是到那里，到那个姿势结束，到将刀收起来，离开冰场为止，都是自己节目的故事的一部分。9岁的自己想为我心中的小男孩圆梦，最后在墙上向我伸出手的是那个9岁时的我。回看羽生结弦的2022北京冬奥，或者说羽生结弦挑战4A 的这几年，9岁是他最常提及的时候。估计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吧？其实我的内心和9岁时的自己没有变化，只是长大了一些。特别是2月14日，羽生结弦在赛后参加记者发布会时，这样描述了9岁的自己与27岁的自己共同完成4A 挑战的过程。所以，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跳跃，觉得这很符合我的风格。最重要的是，一直在摸索4A 的时候，最终在技术上我还是追溯到那时的阿克塞尔跳。当我想要翻越一堵墙的时候，一直有许多人向我伸出援手，为我创造了很多契机，我才能够一次次的翻越各种高墙。而最后在墙上向我伸出手的是那个9岁时的我，最后拉着他的手一起翻越了这堵墙。我醒悟到了，羽生结弦我所挑战的4A 原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将其作为今后的动机的话，我有些不太好说。现在距离比赛结束才过了3天4天。说实话，现在的心情是，就算那个4A 被判为存周，就算摔倒，今后回顾他的时候，也会觉得羽生结弦的4A 轴戏跳跃高，完成漂亮，是令我骄傲的4A。这是一段让很多第一次采访羽生结弦的记者都为之惊叹的描述。那个拉着9岁的自己一起翻越了这堵墙的描述，让大家仿佛看到了多年来羽生结弦对4A 的拼搏和追求。而回头看9岁的羽生结弦完成的2A 跳时，会发现甚至于这次北京冬奥，他的4A 的记录前动作都是与9岁时的自己跳2A 时是一样的呢。这也让人不由得想要探究9岁的羽生结弦究竟是怎样的呢？9岁的羽生结弦是羽生结弦自己认为的最理想的羽生结弦，留着蘑菇头的小朋友横冲直撞，不怕任何困难，有着天真而单纯的自信。那时我觉得我比谁练的都多，是能够抱着我比谁都厉害的想法完成练习的。是要论精神的话，我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是最强、最闪耀的。所以，我想好好珍惜那时候的自己。羽生结弦这样描述的9岁时的自己，其实正是和现在死磕4A 时一样，猛练2A 的小优色。当时的羽生环并没有很擅长跳跃，那时他跟同年级大1岁的哥哥们分在一组练习，还是在技术上输给其他人的时期呢。周围的孩子们都能跳2A 了，羽生却怎么都跳不出来。羽生结弦的授业恩师日本花滑泰斗都助长一郎老师回忆起那个时候，也想到了当时那个不服输的小孩子的样子。从自己的弟子山田真实教练那里接受羽生结弦这个天赋特别好，但是很皮的小学生时，都助教练一面感叹于小朋友的天赋，一面也对他执行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那时同组比羽生年长的学生都已经能跳出2A，但羽生却跳不出来。我想将羽生培养成能在世界舞台大展羽翼的选手，所以在打好基础上对他要求很严苛。我应该也曾经伤过他的心吧，大概他也曾对我很不满吧。我斥责他你怎么还没能打好基础呢的时候，他非但没有哭，反而像是特意冲着这边来似的练习着。我印象里，他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也会进行彻底的练习。
兜住教练的严厉，正是因为他在那时就看到了身体纤弱的羽生结弦骨子里的那种绝不服输的劲儿，哪怕他那时只是一个9岁的小孩。对他来说，这段自尊心受损的时期内，拼命想要记住的就是 2A。我想，他是不是也就是在这里点燃了不服输的心，萌发了挑战的心情呢？兜住教练说，他有纤细但又充满弹力的身体，所以我相信只要打好基础，将来一定能够发挥作用。所以我对他的轴和跳跃高度进行了仔细的指导。我想他一定能够掌握2A、3A，然后在那之后接着跳出4A。当时我给到这样的羽生的节目是来自俄罗斯的爱。我从俄罗斯找来了这首曲子的音源，在训练环节让羽生在大家面前表演这首曲子。我告诉他可以自由去发挥，在享受的同时将自己的内心释放出来。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拼命练出2A 的小朋友在全日本青少组比赛中第一次夺冠。再然后，9岁的小朋友拉着27岁的羽生结弦，一路站上了北京冬奥的冰场，一路挑战了属于他们的勇敢的4A。也许现在成为大人的自己和小时候觉得无所不能的自己相融合之后的样子，就是最终能让我说出这就是羽生结弦的样子。所以现在回看9岁的羽生结弦，对于现在的羽生结弦来说，最珍贵的是什么呢？也许正是那种天真而纯真的自信，以及那种横冲直撞的勇气吧。我们其实可以把那样东西叫做初心。